早上接爱宝和姐妹俩出门上班，发现爱宝身上蹭了一身的咖喱。爱宝给瑞宝和辉宝挤在角落，问姐妹俩到底是谁干的，但姐妹俩没有一个承认的。一会儿，姐妹俩出门营业，爷爷跟着姐妹俩一起来到室外园区。此时姨姨们还没来，园区只有宋爷爷自己在。瑞宝刚出门就爬到了树顶，辉宝看到后也想爬到树上玩耍，而瑞宝此时则正往下爬去。不过此时瑞宝的姿势有点危险，随时都有可能掉下来。不出所料，瑞宝最后没坚持住，从树上溜了下来，摔在了辉宝身上。有辉宝在下面当垫子，瑞宝这一下摔得并不是很疼。中午姐妹俩回家后，爷爷来到房间继续陪姐妹俩。此时辉宝正乖乖坐着，像是在思考着什么，小小脑袋里似乎有着大大的疑惑。而瑞宝这里正埋头呼呼大睡。一会儿，爷爷拿来盆盆奶给姐妹俩喂奶。瑞宝闻到盆盆奶的气味后，立马醒了过来。姐妹俩现在吃盆盆奶越来越听话，不吵不闹，而且还懂得细嚼慢咽，不会狼吞虎咽。给姐妹俩喂完奶后，宋爷爷来到了福宝房间。福宝即将回国的事情，让爷爷对福宝更多的是不舍与伤感，而似乎是感觉到了爷爷的心情不是很好。福宝回头看向爷爷，还伸出手臂，像是要给爷爷一个大大的拥抱。福宝这懂事的样子，让宋爷爷都快忍不住眼角的泪水了。这周爷爷分享了很多和福宝相处的视频，也是为了想给姨姨们尽可能多分享一些福宝最近的样子。爷爷将苹果递给福宝，但福宝似乎并不是很想吃，而是背靠爷爷坐着，想让爷爷给自己按摩。福宝跟爷爷隔着栅栏撒着娇，这模样简直不要太可爱。这个样子像是福宝躺在了爷爷的怀里，这都是福宝感觉到幸福后的表现。忽然间，福宝坐了起来，口中又开始吐泡泡了。看来爷爷是又在小苹果里放了驱虫药，怪不得刚才福宝不想吃苹果。宋爷爷这个老六本来温馨的画面，一下被福宝吐泡泡的样子给破坏掉了。第二天，宋爷爷再次接福宝下班，但此时福宝正在室内园区睡觉，还没醒。爷爷在树下记录着福宝睡觉的样子。福宝打了个哈欠，给自己换了个姿势。福宝嘴里的哈喇子全掉在了爷爷头上。爷爷用手指错位拍摄福宝，试图叫醒福宝，但最后叫醒福宝的不是爷爷的动作，而是宋爷爷在福宝耳边不断念叨的声音，给福宝吵醒了。晚上福宝回到家后，福宝睡在了小木床底下。之后宋爷爷跟福宝说过晚安，便下班回家了。只见乐宝在雪地一个侧翻躺了下来，紧接着身体前倾，双手抱腿，一个翻滚再接一个翻滚。这时乐宝还不想松手，改变了个方向，又一个翻滚。这次乐宝碰到了障碍物，碰到障碍物后，乐宝被弹了回来。乐宝借助反弹的作用力，又一个翻滚。最后乐宝成功刷新自己的记录，完成4连翻滚。早上乐宝出门，在门口做好标记后，就开始独享这整片园区的雪地。虽然园区里不会出现其他的大熊猫，但这样会使乐宝充满安全感。此时小木床上的竹子已经不香了，乐宝直接来到园区的雪地上打滚，稍微活动了一下筋骨之后，乐宝走到斜坡上，找好位置就从上面滑了下去。这丝滑的感觉让乐宝开心的合不拢嘴，紧接着又给游客们表演了一个倒立劈叉。虽然是200多斤的身体，但乐宝这灵活度根本看不出来。玩了一次，乐宝明显没有玩够，再次爬到坡上。这次乐宝选择侧滑，丝滑的滑落，开心的乐宝再次衔接一个劈叉。乐宝成功让熊猫界的表演难度增加1颗星。表演完的乐宝饿了，乐宝盯上了园区的观景竹，直接在园区里吃起了自助餐。可能乐宝觉得雪天与冰镇竹子更配一些。这是江爷爷每天生活里的样子。早上来到动物园，第一件事就是来到福宝一家的房间，查看他们一晚的睡眠如何。江爷爷表示，爱宝和福宝总是分开睡，福宝现在因为缺乏安全感，只有睡在床底才会安心，而爱宝已经适应现在的环境，所以会睡在舒适的床上。检查完福宝一家没有问题后，接下来江爷爷则来到厨房为福宝一家准备早餐，从冰箱里取出新鲜的果蔬，按量配比，保证福宝一家每天都能够摄入足够的营养。吃早饭的同时，江爷爷会顺便对他们做常规的健康检查，例如口腔、牙齿、体温等问题，而每个月还会再对他们做详细的健康体检，保证福宝一家每天快快乐乐的同时，还要健健康康的。常规检查完后，上班前爷爷会再为他们测量当天的身高以及体重。当福宝一家上班后，爷爷也没有闲着，会在监控室观察着福宝一家的一举一动，看到食物吃光时会及时为他们补充食物。而且爷爷平时还会为福宝一家准备除竹子以外很多的新奇零食和玩具。当然最重要的就是照顾福宝一家每天的心情以及生活的舒适性。今天乖巧的福宝被爷爷夸奖了，爷爷拿来了大根的雪竹竹笋奖励福宝，
看福宝可爱俏皮的样子，幸福都挂在了脸上。早上，福宝在室内的小树上醒来，在小树缝里伸了个懒腰，翻下床，便乖乖的来到小木床上吃竹子。坐着吃累了，福宝就乖乖的躺下来吃，也没有因为竹子是刚才睡觉前吃剩的而感到生气。来到室外后，福宝还开心的给游客们表演起了节目，2个连续的熊猫翻滚，看得游客们在场外阵阵惊呼。而春天的到来，土地上长满青草，福宝滚起来也感觉不到疼痛。这时福宝听到门口传来了江爷爷的声音，福宝来到门口，猜想爷爷一会儿会进来，打算来一个守株待爷爷。爷爷一开门，看到今天福宝格外的开心，便奖励给了福宝一根雪竹竹笋。福宝乖巧的接过竹笋便吃了起来。江爷爷感觉刚才给福宝的那根有点小，一会儿的功夫又给福宝送了根大的过来，走之前还宠溺的揉了揉福宝的小脑袋。吃上竹笋的福宝此时更开心了，3两口将小竹笋吃完后，便吃起了爷爷给的大竹笋。由于大竹笋太鲜嫩，福宝这次连皮都没有剥，就直接吃了起来。一会儿，福宝看到爷爷又来了，福宝急忙跑过去。原来这次爷爷是来叫福宝下班回家的。江爷爷表示，每次福宝出来前，爱宝的神态看上去都很轻松，因为现在福宝大了，总是会黏着妈妈，让妈妈陪他玩，所以爱宝会很累，而爱宝自己的时候就会轻松很多。说着，福宝就从室内园区走了进来。福宝来到园区后，先是爬到了树上，而江爷爷发现，此时隔壁园区的乐宝正目不转睛地看着福宝娘俩，而福宝为了让爸爸看得清楚一点，爬到了更高的地方。一会儿，福宝从树上爬了下来，盯上了小瀑布的洞。福宝总以为这是秘密洞穴的一个门，福宝每天都会尝试爬进去一探究竟，但每次都会被爷爷告知里面有怪物而吓回来。爷爷告诉福宝要拥有可以去下面的泳池里。福宝来到泳池前，学着爷爷教的样子，先用手试了一下水温。福宝试着温度正合适，围着泳池环绕了一圈，找了个合适的位置走了下来。福宝走到泳池中央，试了一下温度合适，便一屁股坐了下来，开心的玩起了水。一会儿，爱宝走了过来，福宝兴奋的走上前，告诉妈妈说泳池里真好玩，不过玩水也有坏处，湿淋淋的身体，福宝一旦坐在地上，身上就会变得脏兮兮的。爱宝看着福宝这埋汰的样子，选择了远离，害怕福宝给自己碰脏了。而福宝则是紧跟妈妈，就是要将妈妈一起变脏。玩累了的福宝来到室内园区，一会儿的功夫就睡着了。将爷爷凑近一看，发现福宝都流口水了，也不知道福宝在梦里梦到什么好吃的。听到爷爷的声音，福宝醒了过来，但是嘴上还一直挂着自己的口水。回到家后，爷爷猜想福宝应该是在梦里梦到了好吃的窝头。江爷爷打算实现福宝的梦想，便给福宝带来了一个大块的窝头。看着福宝这喜欢的样子，看来梦里的是窝头没错了。第二天，江爷爷一直看福宝好奇小瀑布的洞里面有什么，今天就给福宝把小瀑布给打开了。福宝好奇的走上前，轻轻触碰，但刚想下去，就又害怕的跑了上来。福宝便跑去找妈妈，让妈妈陪自己玩。而妈妈需要进食，告诉福宝，妈妈和爷爷都在这里呢，放心去玩就好了。但福宝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非要妈妈陪自己一起去。就这样，爱宝在福宝的腻歪下，只好陪福宝一起过来。果然有妈妈在身边加持，福宝胆子大了起来。福宝表示小水池能奈我何。就这样，福宝一圈玩下来，身上已经黢黑了。福宝早上在园区的泳池里发现了一个红黑色的小皮球，不过今天的福宝不想弄湿身体，好奇的福宝尝试用手将皮球够出来，用小手够了2下，不但没有将皮球拿上来，反而将皮球推远了。福宝站起来换了个方向，聪明的福宝将皮球用手够到离自己最近的地方，然后用嘴咬住，叼了起来。但福宝殊不知，皮球是爷爷故意放在水里的，因为放在水里，福宝会因为水的浮力无法将其咬坏。而这时福宝咬着皮球来到了树上，爷爷担心下一秒福宝就会将皮球咬坏。但就在福宝爬到树顶时，福宝一个喘气，皮球从嘴里掉了出去，皮球越滚越远。福宝表示这可真糟糕，但自己刚爬上来，实在是不想下去捡。福宝在树上走来走去，思索着捡还是不捡，这是一个问题。最后福宝的贪玩战胜了懒惰，下去将皮球捡了过来。福宝知道将皮球带到树上不容易玩耍，所以这次选择了就地玩耍。但玩着玩着，皮球又掉到了水里，湿淋淋的感觉让福宝选择了远离泳池。将皮球叼上来后，慢悠悠的来到了小木床上，在小木床上玩耍，就不用担心皮球掉到水里了。福宝玩着玩着就躺了下去。福宝发现自己身后没有靠背，于是便换了个位置，背靠着床沿，嘴里还啃着皮球，既磨牙又解乏。玩累了就吃会儿竹子。就这样，福宝这一天的时间除了吃饭，剩下的就是玩皮球了。